好了，那我要开始了。Hello，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记录，我是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时间是12月27号的9点11分。然后今天想要比较特别，就是用那个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周的那个交易记录。我想说之后看能不能多用这种直播的形式录啊，不然就是我自己录，其实蛮像自闭了的。然后录完就上传这样，想说应该这个记录交易日记可以和观众互动一下。然后但是一定直播的状况会比较多嘛，然后也比较多问题要处理，然后我就看能不能把它今天直播完的后半段内容啊，然后剪下来，然后就当隔篇影片发出去，然后大家如果没有空看直播，也可以直接看明天上的那一集这样。对，这是我第一次 YT 直播，所以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包容一下。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好，这个是这一张图，就是这一周的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刚刚截图的账户的状况。我现在是持有252股的 SGOV， 还有57.53股的 SPX 哦。然后等一下这样，然后这周我的那个账户总值是创新高啊，因为我持有 SPX 一大部分也都是那个 SPY 嘛，所以 SPY 现在就是创新高了，给大家看一下，这创新高，对，所以我的账户想当然也是创新高的。好，那个这是我账户的状况，然后这一周因为那个嘛，圣诞节没有开盘，然后交易日就少一天，所以我也没有这一周是没有下单的，所以这一周就只是单纯就是让，也没有说让什么，就是没有特别的交易。然后看一下财经日历，我们看这一周发生了什么。这一周的礼拜二，晚上9点半有发一个那个 GDP，就是我经济事件都是看一周的经济事件，回顾一下一周的经济事件。然后在9点半，礼拜二9点半的时候，美国的那个有发一个 GDP 的，我也只看3颗星的那个经济数据公布。然后美国有发一个3颗星的，公布 GDP，然后原本预测前值是3.8%，然后预测开出来会是3.3%，然后但公布值是4.3%，所以开的不错，就是那个经济数据走好。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初请失业金的人数，在礼拜三的晚上9点半公布，前值是224，然后预测也是224K，然后这次公布的是214K，就是申请那个失业人数比预期的还少，所以这周的美国经济数据公布的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有圣诞节嘛，圣诞节其实都会有那个圣诞行情。圣诞行情就是简单来说，人家觉得是市场会送钱，但其实应该也没有一定啊。但是基本上，因为就统计而言，统计的角度而言，基本上每次就是美国啊，就是在圣诞节每年的时候，圣诞节基本上那个行情都会走好，所以大家都会讲这个是圣诞行情。对，你看 SPY 这一次也创新高嘛，对，所以好像大家就有一个共识，就是圣诞节好像就是要来发钱的感觉，对。然后再看一下。我忘了切画面，冷静。切这个才对。好，所有人有刚才那个再讲一次，那个讲一次。要做直播状况真的很多，你看马上就遇到状况了，直接画面没切就开始在那边讲。好，再讲一次，就是这个礼拜的那个美国经济数据公布，那个礼拜二9点半的时候公布的是 GDP， 美国 GDP， 然后前值是3.8%，然后预测3.3%，然后实际公布出来是4.3%。然后礼拜三公布的是初请失业金人数，然后前值跟预测都是224K，但这次开出来是只有214K 而已，就是申请失业金的人数明显降低。然后 GDP 那个第三季的季度环比公布也是4.3%，比预测值还高1%，所以美国经济数据公布都是走好的所以然后还有圣诞节嘛，圣诞节大家都会有那个都会认定美国有
圣诞行情，对，然后这一次所以 SPY 创新高，所以这就统计的角度而言，就是每次公布，就是每次有圣诞节，每年圣诞节大家都会去投入市场，因为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圣诞行情就是来发钱的这种状况，所以这次 SPY 也创新高。好，然后我再讲一下我账户好了，账户这一拜没有交易，然后账户总值刚刚截图的话是38576.52，SGOV 是持有252股，SP 菜楼是57.53股，然后 SPY 创新高，所以我的账户这条水位我也是创新高，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看行情了。我们现在看就是这个是我的投资计划嘛，就是上礼拜我有做 BTD、DCA，我有发影片，我少做了一次，因为我忘了设定那个提醒了，所以 BTD 我只做了这个 BTD，这个下跌后我在这天的开盘有买，然后这个下跌我就没有买到了。然后 DCA 的话，这里我有做，所以上礼拜我有买2笔，但这礼拜就是因为交易日只有4个嘛，然后就都没有跌1%的状况下，所以我也没有买。所以，但是上次跌的现在都有涨回来了，对。然后我们就来看，我把那个指标切回来，切成我的观察系统的。OK， 好，那我们就来看行情了。先看 SPY，然后这个斐波那契我有拍一集教大家怎么去拉这个一样的斐波那契，方便来看那个抵扣价。然后我们看下礼拜1、2、3、4、5，好，往后右边拉5根。好，我们可以看 SPY 的20年 A 会怎么走？可以看20年 A 会怎么走？会从这里，然后1、2、3、4、5走到这里，所以就慢慢的小小走高，但现价也是已经创新高了，现价是已经创新高，所以只要比这5天还高的话，基本上都不用太担心，20年 A 就会继续朝右上角走。然后我看一下60年 A，看这个虚线走到实线，就是未来5天那个60年 A 会怎么走？60年 A 的抵扣价会怎么走？就会从这里走到这里，然后现价因为创新高嘛，所以现价比60 NA 的抵扣价还高，所以60 NA 理论上一样会继续往右上方运行。那120 NA 就不用说了嘛，因为还这么远，然后现价也都会比未来5天的那个120 MA 的抵扣价还高，所以120 NA 也都会朝右上方运行，所以大家没什么压力啊，就创新高的行情大家就是拿着。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固定成交量分布，看一下1年的固定成交量分布。OK， 现在成交最大量是在这里，这里是大概663、664 SPY 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大量，这里有一个小大量。但目前都创新高，然后下面又有大量的话，就把这个大量当做支撑啊，所以大家也都不用太担心，SPY 就持续拿着。所以现在这1年，你有买 SPY 的人，你现在应该全部都是全数获利的，对。好 ，SPY 讲完了，然后换来看那个。看一下 DJI 道琼工业指数，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上次拉的有点乱，看一下，这个不用，然后这里，这拉的不太对。怪怪的哦，哦，这样啦，它这个是什么？他这里自己画一根这个骗到我，这是什么东西 ？FOMC minute。好，我们不要管这个。好，我们看一下未来。它这真的多一根呢，1、2，我自己数
1、2、3、4、5。好哇，那个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比那个已经创了第2次新高了，创了第2次新高，这里创一次，然后这里创一次，然后20年抵扣价也都在这边运行，未来几天从这里走到这里，然后60年抵扣价会我们就不要拉这个，会从这里走到这里，然后120年抵扣价从这里走到这里，差不多，所以目前的现价也都比20、60、120的 NA 的抵扣价还高，所以一样就是这3条线都会均线都会去朝右上方运行，所以一样就是拿着，完全没有压力。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纳斯达克100，纳斯达克100指数就走的比较弱了，走的比较弱了。好，我们先拉一下1、2、3、4、5，然后这个的话。等一下，拉一下。现在直播前应该先把它拉好，然后这边拉很笨。好，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最大量的话在很下面啊，但是这里的量也都很大。看下一个量，这里是24600吧，24600，然后这里25585，这边有压力，所以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压力点上。然后它是还没有创新高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抵扣价会怎么走。抵扣价会从这里，然后未来会走到这里，所以走到跟现在现价差不多的位置，所以感觉要赶快创新高，不然有一点小危险，有点小危险，感觉会在这里多走一下，因为这里的那个太多密集成交量在这边了。那60的话在这里，然后120的话在这里。所以感觉60跟120一样，应该会继续往右上方运行，但是就是20 A 就是比较混乱一点，可能还是要盘整，然后之后才会往上。所以纳斯达克100指数走的比较没有 SPY 跟那个道琼还好，所以但是一样啦，我觉得均线都还是多头排列的，也没有必要出仓，就是有投资的话就是一样拿着没事。好，然后看一下台股，还有0050好了。这个就是台湾的状况下，应该大多数人都是投资台股吧？对，应该大多数人都投资台股，所以还是来看一下台股的状况。台股，等一下我拉一下，1、2、3、4、5。哎呦，未来5天抵扣价20NA 的抵扣价其实不太会往上走，但现价已经比抵扣价还高，所以20 NA 会持续朝右上方运行。我觉得创新高也是一定的，指日可待。然后120 60 NA 可能会往上走，这个蛮大段的，但是现价一样比60 NA 抵扣价还高，所以那个60 NA 一样会往右上方运行，那120 NA 就不用说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成交量分布的状况。最大的压力目前也在它的下面，差不多62块吧，62块。然后这里也有一些大量，但现在目前价格看起来是站在大量之上，所以下面也都是有支撑的，所以我觉得一定会创新高了，不要一定好了，就是高几率会创新高。所以投资台股人现在应该也是爽拿，0050就拿着就好了，对吧？好像为什么要分析的？什么全部都是走那么好？来看个比特币，不然全部都走太好了。好，比特币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比特币就真的走的不是很好了，就是20年都站不上去。有没有人投资比特币的？1、2，等一下慢慢数，1、2、3、4、5 ，OK。好，我们先看抵扣价怎么走好了。抵扣价5天从这里走到这里啊，现价比抵扣价低，所以20 NA 会持续往右下方运行，是蛮惨的。然后60 NA 也是从这里到这里，然后现价一定比60 NA 抵扣价还低，所以那个60 NA 一样是往右下方运行的。120 NA 呢也在这里，所以均线空头排列，然后现价都比3个价格抵扣价还低。然后完全没有站上任何一根均线，所以现在这个行情就是连看都不用看，就是有持有的就，你持有到这里应该也不用看，也没什么，应该已经痛很久了，应该也没感觉了。好，所以比特币走得很惨啊，比特币走得很惨，
所以我第一步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先破线呐，就是你至少2根 MA 线你先站上嘛，像这里就先站上，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你要看到什么？就是现价比抵扣价还高，比20NA抵扣价还高。就是这2步如果都没有完成的话，就是第一个站上20NA，或是拐头，就是那个现价比20NA抵扣价还高，就是比20天前的价格还高，这2步都没有完成的话，我觉得那比特币不可能翻身，所以连看都不用看。但是还是看一下它的那个成交量分布在哪里好了。OK，这里有囤一些大量啊，但是跟上面这里的大量来比的话，这边的量还是很小，所以要就是继续再横盘，然后把这个大量累积起来在下面，然后再站上20A，不然就是上面压力重重啊，这个比特币感觉要一落千丈了。好了，那行情差不多就分析到这里。有人吗？有人吗？我没有，我看一下聊天室，我这边是显示5个人在观看，8个人正在观看啊，在观看的人能不能那个聊天室回应一下？我后面又跑掉啊，所以我在这边自嗨吗？等一下，我拉一下我画面，怎么讲一讲都会跑掉？这样，我要实时来确定我的画面，不然我之后我有买一个那个就是移动式的那个荧幕，我之后会买一个移动式的荧幕放在旁边，然后我就把那个直播的视窗放在那里，不然我觉得我现在就一个荧幕而已，现在单荧幕而已，单荧幕我觉得直播有点难啊，就是因为我要先确认我的画面嘛，然后要确认聊天室啊，我也要讲行情，然后又要讲我看的东西，我觉得这还是有一点，就是你要一心多用，所以我之后会有一个，就是我买了一个屏幕在那里。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天好了，还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用的是 Mac Mini M4，Mac Mini M4，然后就是我原本最近一直在想要不要买 Mac，因为我在公司其实都没办法处理影片，然后但中午午休啊或者什么有一些空档时间，我还是想用一下电脑，但我们公司的电脑就是都是不能登自己的东西的，就有点麻烦，然后我有点想要去买那个 MacBook。有没有用 MacBook 的？等一下，我现在应该闲聊，我就可以把那个，闲聊先切一下。有人用 MacBook 吗？有人想要买 MacBook，然后我有看到那个研究各种通路啊，我发现那个从拼多多或淘宝买最便宜，但是我就要研究那个集运怎么用，有点害怕。我真的有点冲动，想要直接飞去那边买，因为那个价格跟台湾买 MacBook 大概差1万块，差1万块很多啊。我们做投资的人呢，就是要什么精打细算，对。等一下有人发问哦，这有人发问哦，请问要买0050还是006208吗？感谢。OK，等一下来回答你的问题，先把我这个讲完。反正我就是最后没有买 MacBook，因为我觉得买 MacBook 的话，我的 Mac Mini 就会放在那里长灰尘了。对，之后我就可能就不会用到 Mac Mini，所以我就是买了一台那个辨析屏，就是15.6的那个外接式屏幕，所以我就是现在就把 Mac Mini 当笔电来用，然后就接外接键盘，外接那个蓝牙滑鼠，然后再外接屏，然后就直接这样在公司就能用。听起来很笨嘛，对，但是我怕那个买了 MacBook，然后我的 Mac Mini 就没法用。等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吧，就是真的研究完集运怎么用，或是真有到国外，我就捡到一台便宜的 MacBook 就买下来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很好啊，问的很好。我之后也会做影片跟大家那个分享那个ETF，分享 ETF，下一集下集吧，但你们应该看到的是下集啊，我会开始介绍 ETF，对，然后切一下画面，OK，好，那0050跟006208到底哪个比较好？
我们就先切，其实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啊，但是实际上要比的就是什么？就是手续费跟那个6208跟管理费。好，我们先看0050，通常你可以去他们自己元大的这个官网，他会跟你讲，这是他们的这个 ETF 的介绍，然后包含那个他们怎么选的，但他们怎么选的这些东西。哎，又有人留言，今天已用您的邀请推荐码去江海银行开户了。OK，感谢，非常感谢。哎，江海银行真好用啊，还没注册的，一定要去注册。那个跨行汇款50次免费，电汇到 First Trade $3，对不对？还有什么？然后他们是不用去实体分行的，约定转账直接在自己的户头自己按一按就好了。然后跨题也是50次，哎，5次吧，忘记了，反正都用不完，我没有用完过。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客服的话打电话都会接，所有东西都是直接网络上申请就好了，真的很方便。所以还没有用那个江银行的，就是可以用我的那个推荐码，我的推荐码，在有看我影片的人下面那个描述栏都有。好，那我就回来讲，哎，0050跟那个006208到底哪个好？那我们先找到0050的那个跟006208的 ETF 的那个网页基金档案。哎呦，这个富邦的网页怎么这么 fancy 啊？不太会用哎。富邦的哇，设计的网页这个 UI UX 设计的很好哎。呃，这怎么点？然后每个，哎，来看一下，应该是这里。好，我们先看0050。其实最主要的是比这个经理费，资料日期202512月26号的话是0.095%，然后保管费1兆元以下的部分是0.0，它现在的那个要先看它现在的 AUM 是多少，它现在整个市值应该不是说净值是多少？基金，对，经理费是0.095%，然后净值找不到，历史净值这里202512月26号，现在的这个基金净资产价值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9900亿要到1兆了，然后他刚刚说，等一下上一页，1兆以下的话都是0.03%，所以你的保管费就是0.03%，然后你的经理费是0.095%，加起来多少？小算盘，所以是0.095加0.03。0.125% 啊，这个是你买0050，你一年你的钱放在那边的话会被抽0.125%，OK 吗？那我们现在再来看006208，他们追踪的都是同个指数啊，所以那种东西都不用比。你要比的就只有管理费，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追踪误差 （tracking error）。但是基本上很大的那个净值的股票，基本上不太会要去比那个。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富邦的保管费1兆元也是0.03，哎，是吗？跟刚刚一样吗？好像一样哎，对，都一样0.03。然后经理费的话，它是有这个规模的，如果你的规模是1000亿元以下的话是0.15%，规模超过1000亿至5000亿是0.1%，然后以此类推，然后我要去看它的净值多少了。但它的网页设计的好 fancy 哦，华丽变身。
荧幕好像没同步，哎哎，没有吗？我看一下，哎，奇怪了，哎，我真的不太会，没有双荧幕真的很难直播哎。等一下，我现在调整一下，怎么用啊？我先关掉那个这个关不了，哎，看这画面不会动了吗？我第一次直播，所以我真的不太会用。哎，它真的不会动哎，等一下，我再重新解一次好了，好奇怪哦。它越解越奇怪。等一下，我调整一下画面。哦，它放大缩小也都会算进去哦。OK OK，这样应该有画面了吗？确定一下，有了。好，我再看一次，再看一次。我用手机同步看一下好了。等到画面真的有变的时候，我再开始好了。会有一点小延迟啊。哎，感谢聊天室，感谢。你们没讲，我可能就继续讲下去了。有，好。刚刚他问的是0050跟006208差在哪里？对，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追踪同样的一个指数，叫台湾50指数，所以基本上你第一个要比的其实就是经理费跟保管费。如果你在买美股 ETF 或是买台股 ETF 的话，也都是一样，第一个都要先去看那个经理费跟保管费，就是美国的话叫 fee 是多少？美国就更低啊，因为他们那个规模就更大，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先比这个，那这个其实高几率会跟那个基金的净值有关系。你净值如果越高的话，它的那个管理费跟那个经理费会越来越低。对，那我们刚刚这个是元大投信0050的那个官方释出的资讯，经理费的话是0.095%，然后是2025年12月26号公布的，然后保管费的话是0.03%，因为它现在是9900亿，9900多亿，已经快到1兆了。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不是配息这个，历史净值这里有公布，还是9998亿，所以差多少？差2亿就到1兆了。所以到1兆的话，那个手续费又可以降一点，不是啊，那个什么保管费嘛，保管费又可以降一点，所以它是0.125。那我刚刚还在找那个富邦台50的那个多少，他们的网页设计太 fancy 了，所以我还没比到保管费，还没看到它的那个基金净值。第二阶段敬请期待。第一阶段变身调整费用率他们现在刚调整费用率，调整生效日为2025年6月26，然后这边可以索取成分股，好吧？他们网站好像我看能不能从其他地方看好了。这里好，我去网股网看好了，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净值资料跟那个手续费。富邦这样不行啊，要自己应该网页要公布清楚才对，因为这个应该投资这个东西应该是投资 ETF，应该是大家很常已经买到这么大的量，然后应该要一眼就让那个投资人了解。虽然他做的很 fancy，但是我找不到他的那个保管费跟经理费多少，好，我到其他网站找看看好了。不可能吧？自己网站应该会写啊，还是我要下载他那个基金档案，是吗？哎，好像这有什么公开说明书哦。在这里吗？
006208，哎，真的找不到哎，好神奇哦。哎，等下我不能乱拉动这个，我要拉动这个它会跑掉。OK， 回来。啊，基金总览，哎，我是等一下006208有吗？有。哦，哎，基金规模看到了，到2025 11月30有公布是对吧2715亿啊。我们刚刚说那个0050快要1兆嘛，006208是2715亿，然后它的经理费在这里，经理费是介于1000亿和5000亿之间，所以是0.1%。那保管费用率是0.03%，所以这样是多少？0.13%，0.13%。那我们刚刚0050是多少？0.125%。哦，所以0050现在是费用率是比较低的哦，是吗？我确定一下，对，0.125% 跟0.0，等下，0.125跟0.13哦，差了0.005，所以差不多了。要买哪一个？我觉得买0050就好了，因为你那个基金净值越大的话，它的那个 tracking error 也会更小。那这个 tracking error 这个要看的话就比较麻烦了，感觉要下载。那追踪误差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也可以，之后我做 ETF 的时候会跟大家说追踪误差是什么。但是第一关基本上都要比费用率啊，这种很大净值很大的那个 ETF 基本上都只要比费用率就好，就是追踪误差不太需要去比，因为他们都已经追得很精准了。这里它这有些追踪误差嘛，对，你看像0050的话，近一日追踪误差只有0.1%，它就是用它的这个基金的涨跌幅去跟那个0050指数、台湾50指数去比那个追踪误差，所以才0.1%。然后这里的话，这富邦的真的不是特别好用，我不太会用，我可能研究一下去哪边看它的那个追踪误差。这里可以看到吗？看不到，好吧，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有人是推荐0050加美股 VTI，0050加美股 VTI。我觉得交易策略就是要适合自己啦，要适合自己。0050跟美股 VTI， 那为什么要选0050？对不对？为什么要选 VTI？ 这个你要有那个理由嘛。我自己是做那个 SPY 的3倍 SP 拆了啊，我的那个交易计划我也有在其中一集有分享过了，就是还没看影片的应该可以去看我的影片，那一集我有讲一篇论文，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投嘛，那一集应该讲得很清楚。那 VTI 全市场指数适不适合投？我觉得也适合。那0050适不适合投？我觉得也适合。就是如果要选那个 ETF 的话，我之后也可以教大家怎么选。就是 ETF 其实有很多种类型的，就是它是例如有债券型 ETF 啊，然后市值型啊、配息型啊，那就你要或是有一些是选产业类别的。那为什么要这样选？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要选优胜劣汰。你要记得这4个字，优胜劣汰，就是那个 ETF 它要自己会汰换出一些股票，那它汰换出来那个标准，你就要去看它是怎么选那一些股票的，这很重要。很多人没有在看那个是怎么选那一篮子的股票，他们有一个规则书，但你看大多数人就不会去看啊。那我先带大家看怎么看好了。我们说0050是这种台湾50指数嘛，好，那台湾其实有一个指数编制指数的公司，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湾指数
哎，这个叫 TIP，哎，画面有跟得动吗？哎呦，我现在要确定了，我先确定一下画面有没有跟得动。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点到这个 TIP 台湾指数股份有限公司里面？我也用那个看确认一下我的画面有没有转。有。然后你就来这边看台湾50指数，然后按搜寻。哎，台打错了吗？各项指数市值型，台湾全市这边大家看到各种指数，在这个再讲一次 ，TIP 台湾指数股份有限公司，就是0050跟006208、0056，他们都是追踪，就台湾有上市的 ETF 都是在追踪这个 TIP 里面有编制的指数。有编制的指数，那它编制这个指数呢，一定有一套规则，它为什么会用这样去编，然后会选进哪一些股票，然后会要买多少那个比例的啊，都是会以这个规则其实在这里，然后那些基金公司只是去追踪，就是追踪，对，所以他们要做好事情，就只有收你的保管费，然后把那个追踪误差尽量变小，就这样，然后。大家就要先多去看你要投资的那一档 ETF，它的编制规则是什么？那你要记得，我刚刚讲4个字，要有优胜劣汰。那优胜劣汰这东西要怎么讲？就是你可能就要学习了。就是例如在我们财务的观念里面，有一些3因子、4因子模型，它们里面有讲哪一些因子，哪一些因子对股票是会带来报酬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要去学那些因子，所以有一些人是信奉那个因子投资法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台湾50指数应该是这个特选台湾 Top 50指数吧？是吗？是这只吗？台湾50指数在这里。OK， 所以它那个0050就是追踪，跟006208都是追踪这个，只是0608是富邦出的，然后0050是元大出的，然后净值我刚刚讲了嘛，就是一个快到1兆，一个大概2700多亿，然后那个费用率的话大概差0.005%，所以很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就买0050就好。然后0050分割嘛，分割它的那个成交量也会变大，然后。净值应该会更多人买。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怎么编的。然后我怕我这一集会讲太久，这是怎么编的？我觉得我之后拍影片跟大家讲好了。反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说，可以来这边看。就之后我觉得我影片也可以跟大家介绍我是怎么编的。然后它这个台湾指数系列技术通知，这个也很重要。的技术通知，他会跟你说，在例如每一季，他们会干嘛？他们会重新检视他们的股票，然后会换股，然后换股的时候，他就会说，哪几只股票被我们剔除了，哪几股被我们加入，或者是我的权重调整了多少，这样，所以大家这个都很重要。所以有些人的主动交易者，有些人他们是做什么？就是等待那个。他们换股的时候，他们会公告，那你就来这个网站看他们之后要换什么股票，那你就可以先去布局。对，但是基本上这个交易蛮难的，因为外资跟投信也都会同样注意到这个消息，然后他们也都会对做，所以其实要主动交易去赚到这一块的钱，我之前也有想办法要去赚，但是其实不好赚，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啊，就是那些做交易的人应该都知道，所以它就变成公开资讯，就不会特别赚钱了。好，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的问题吗？好，我有空的话拍一集怎么选 ETF。OK， 我之后先讲 ETF 是什么了，因为我觉得我接下来频道应该会比较面向新手向一点，就是有人有什么问题，我就尽量去解决。然后怎么选 ETF， 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但是其实如果你懒的话，你就直接投全市场指数或者市值型，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这样，因为投市值型的话，它的手续费会比不是市值型的还低，一定会比那个不是市值型的还低。这个为什么呢？好，这边大概就讲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加权方式。我刚刚拿来会 all in 0050，还是明年可能会有低点我觉得不要去做择时，不要去做择时。你要投资的话，就是你就只要想任何时候都是低点就好了，任何时候都是低点。就你要把那一笔钱放在里面，要放长期的话就是不要去择时，就是算时间，因为你永远算不到最棒的时间的。对，你就是乖乖的，有钱就投，有钱就投，这样定期定额，或是设定一些条件。像我嘛，我自己就是 DCA 加 BTD 嘛，DCA 就是 Dollar Cost，Dollar Average Cost，Dollar Cost Average 就是定期定额的概念。那 BTD 呢，就是 Buy the Dip， 就是市场下跌的话，我会再去买。对，大家也可以用自己设定一些规则进去买。那哪一种投入方式最好？我就之后也可以拍一集跟大家讲，像是要一次投入，还是要 buy the dip， 就是等它下跌再买，还是要定期定额？对，这其实都是有一些论文在探讨要怎样是最好的。但我都可以直接先讲结论啊，就是直接 all in 就对了，all in 的那个结果就是最好。确实，现在0050越来越高，本来想见绿就买，但它每天涨，对啊，所以你永远算不到哪一天是最低点的就是如果你投资，你还是转换一下观念，你就把它想成它是储蓄好了。像你今天要存银行，你不会说，明天会不会利率比较好，对不对？你就不会这样想嘛。那你股票一样，你就如果要放长期的话，你也就是不要太去，就是择时太多，就只要关心，它的费用率有没有变啊，或是他们有没有换股啊，然后它的规则有没有改啊，这种如果都没有改，基本上你就一样，就继续持有一篮子的股票，然后放在那里就好了。所以不要下去择时。刚刚讲那些东西的，我应该都可以先讲答案。答案你可以先讲，就是一次投入绝对是最好的投入方式比什么 DCA、BTD 都还好。对，然后怎么择 ETF 的话，这也可以怎么选 ETF 的话也可以讲。第一个要选优胜劣汰，第二个呢要选手续费低的。那怎样会手续费低？就是这个叫 Equal Weight 跟 Value Weight 这个中文怎么讲呢？这个就是权重，然后还有 VALUE Value Weight。你想拿3成0050去质押，现在这价位风险很高吗？我刚刚说了嘛，就是我觉得你要买进这个 ETF 的话，我觉得你就要有决心不要卖，要有决心不要卖。然后你也要知道，你这个是如果质押跟投资的话，这个是闲钱的话，我觉得你就去做吧，就去做。因为你现在觉得高，那你那个台股8000点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大堆人觉得很高，现在已经几万点了，大家还是觉得很高。那未来要是真的下跌呢？下跌我觉得就是捡便宜的时候嘛，对不对？然后你也贯彻你自己的投资理念，它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嘛，市场一定会回来的。但台股的话，我自己还是觉得有一点抖啦，我自己还是有点抖，所以我现在大部分的钱都是放在美股的。这出来，我刚刚讲的 equal weight value weight 是什么？就是市值型的 ETF，它都是那个 value weight 就是它是市值加权的，像那个台积电，它市值最大，它就是买的比重就越多嘛。那市值越小，公司它买的比重是越小，那它的经理费跟那个保险费一定是最低。为什么？因为它不用去调整，它只要把例如有新股票的时候放进去的时候买多少，放在那里，因为它自己会。价格涨跌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去曝险更多，所以他们的手续费就不用一直调整，就基本上真的是放在那里。那 equal weight 的话，它必须要有特定的时间，然后把他们的那个持股的权重调成一样。那这个越多的这种交易嘛，那它就是一样手续费也会产生出来，所以它的那个保管费跟经理费也会比较高。
3乘0050去质押，现在这个价位风险很高吗？我觉得一样，就是看长线一点，不要太短视。然后我现在跟你说，其实最好的买点是什么？就是创新高的时候就是买点，所以你永远不要去怕高啊，永远不要怕高啊。画面有变吗？我们来切一下0050的图，对不对？随便切，这里你觉得高吗？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嘛，现在图形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图形是长这样，对不对？然后能不能把那些东西隐藏？隐藏所有图形。好，现在长这样，这样高吗？你觉得高吗？这是因为你看到我的那个均线，我也把均线也关掉，现在要长这样，对不对？那你假如我把它截到这里，找一个类似的地方好了啊，这里，这很久没有，好，配线重播，再截下去。现在0050的图其实长得也蛮像这里的，对不对？那你觉得现在高吗？因为你都没看到后面，所以你一定觉得哇，这里好高啊，要创新高，要创新高了，很危险，很危险什么的。但是你把均线套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均线都是往右上方运行的，然后基本上趋势也没有太大问题，然后你就知道后面都会创新高嘛。对，那现在高不高？我觉得你就是不要去想高还是低，因为这个都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在吓自己。就是你看这里也很高啊，对不对？这边创新高，这里看起来也很恐怖啊。那再往回，这里看起来也挺恐怖的，对不对？你这样拉的话，看起来都很恐怖。但如果真的到这里，那跌下来，那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最大的跌幅嘛。假如真的从这里，你在这里买好了，你真的是那个史上最衰的，你在这里买，然后跌下来20%，你承不承受得住？我觉得你承受得住，你就拿。我觉得20%应该可以啊。那它后面还是走回来了嘛，对不对？走了多久？走到这里，然后呢，这里又一个暴跌，然后最后一天又走回来了。对，所以你要知道市场永远都会走回来的，永远都会走回来，尤其是这种市值型的 ETF。但是台股我不敢投，原因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政治的这个风险在这里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明百千金真是难买早知道啊。对啊，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后悔啊。我自己主动交易的时候，我也是后悔啊，就是为什么没有早点被动交易，早点就是把大量的钱铺险在这个 ETF 上面。但是你现在如果知道你那时候没有做，那你现在更应该这样做，因为你现在就是如果再不这样做，那你之前那个教训你就是没有学到嘛，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 all in 就对了，all in 就对了。当然要那个优胜劣汰 ETF、市值型 ETF，手续费低这种，就是 all in 就对了。然后我自己是买美股，因为我觉得台股还是有一个风险因素在，就是台积电会不会陨落？如果台积电真的陨落的话，台股是真的会下去的，台股真的会下去的。但是美股的话，如果台股不稳，有推荐可以无脑定期买入的美股吗？有，就是 SPY 跟 VTI，SPY 跟 VTI，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太多研究，你就是买这两个。我自己觉得就是无脑，就是投那个 SPY 就好了。那我们就假如拉一个最长的周期好了，我拉一个最长的周期给大家看 SPY。反正很多论文也是用 SPY 在做回测，来 SPY 图就长这样。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边最长从1990几还没出生开始，它现在就长这样。所以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往右上方的，都是往右上方运行的。就是你只要在任何时间进去买进，基本上都会回来。然后我也看过一些论文或者一些统计数据的一些研究。美国的熊市的中位数好像就180几天吧，然后最多好像就是270几天，所以，然后我又看到一个很惊人的数据，我觉得讲这个数据大家应该就会去无脑买了，就是买 SPY
5年没有赚钱的几率，5年哦，没有赚钱的几率好像是0吧，还多少？就是代表你5年一定会赚钱。我不知道，那个太久之前看到，我看能不能之后把那个数据截下来，就是投资5年后赔钱的几率是零，是零。之后会出影片教学如何买美股吗？研究很久，但还是很不敢买。OK 啊，之后怎么买？就是你说 First Trade 怎么下单吗？还是那个副委托怎么用啊？就是要做更细的话，我觉得也 OK。就是我之后也可以拍影片。1年半的熊市哦，对啊，1年半。感谢阿宇，感谢阿宇。就是中位数好像就是1年半吧，所以你1年半你能不能扛？我觉得你能扛，那你就投啊。就是1年半，其实也很快嘛，对不对？又快要过年了，1年你就那个手机 app 卸载，对不对？你就不要看就好了。然后一年半后再看，哎，又创新高了，对不对？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要用闲钱投资啊。重点还是什么？就是要闲钱投资，不要去借贷之类的。就是因为借贷，你那个钱就是会有资金成本，然后你那个心理压力就会在。啊，虽然我自己也有借贷，我有在那个什么叫我的资产配置那一集嘛，也有讲我有借贷，但我借贷大部分的钱都是什么放在债券型 ETF， 就是固定收益的，然后我是 BTD 跟 DCA 把那边的钱去慢慢移到 SPX 就是 SPY 的杠杆。那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因为我觉得每次都要那个什么，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啊，我贷款拿到利率比较低。啊，第二个就是每次你都是要电汇到 First Trade， 虽然$3，但是我觉得每次就都要这样操作，其实蛮麻烦。我不如先贷款，然后就去那边投那个美元指数。哎，我也准备学美股，这周刚刚开好第一金证券，哎，不错，对 First Trade 很好用。反正2家啦，第一个就是 First Trade， 第二个是什么 TD Ameritrade 这2家啊。我自己是用 First Trade， 因为我觉得它界面设计的我比较喜欢，但2家基本上都很多人用。然后 First Trade 不错的是它有那个中文客服，有中文界面，所以你其实完全你不会英文的话，你也可以用 First Trade 去做交易。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吗？但是第一次电汇会怕怕的。然后我也有找过那个什么，就是 First Trade 客服过，是中国人。然后因为那好像我要电汇到我一个比较旧的账号之类的嘛，但是他也是帮我处理。你也是第一证券，哎，不错。我觉得第一证券就很好用了，那客服也好用，然后也有中文界面。那会不有人会怀疑吗？都为什么我要用副委托，还是真的是电汇到美国去买？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用副委托，还是那个电汇到 First Trade 买？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年轻的话，你就是直接用 First Trade 就好了。就是电汇那东西，第一个学习门槛也没有很高啦，就只是去学一下怎么电汇。然后第二个呢是金额，你投资的金额一定也没有很大。它上面会讲，其实如果你钱要放在国外的唯一一个风险就只有你挂了要付遗产税，你挂了要付遗产税，所以说你现在这几年感觉我身体好像不太好了，对不对？那个钱就是要放国外要放少一点，不然美国好像一抽就是你挂掉遗产税就是40%吧，40%。银后证券太难搞，超复杂的。哦，你有小额汇回过，但是没试过大笔，怕怕的。哎，说实话，其实我没有把钱汇回来过，所以我现在还是有点害怕，我钱会不会汇不回来？但我相信他那么一家公司应该不太会有什么问题啊。我还没有汇回过啊，我现在跟大家讲，我现在丢到 First Trade 上面的钱，我没有想过要把它拿回来，我可能几十年都放在那里了。但 First Trade 有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你如果资产放到一定金额的话，你是可以办一张卡的，大家知道吗？卡嘛，
等一下，我现在画面是怎样？我要确定一下。先放大放大。它有一张那个卡，这个吗？哦，我不知道我们达到那个门槛，好像有到。提款卡这里，因为如果你每次电汇回来要钱的话，其实我记得抽蛮多的吧，好像1200吧，电汇回来多少钱？问一下好了。建议你要汇回，这样可以储存资料，下次能直接用。那阿宇，这要怎么 take 你啊？不太会用啊。那个电汇回来的，你那时候被收多少钱啊？因为其实我记得蛮贵的哦，大家那个钱要投，尽量还是以长期投资为主。然后那笔钱最好都是真的不会用到啦。这里，Fair Trade 现金管理账户，就是你资产好像要到达，这里开户资格，你的账户最低存款要求25000美的话，年费是0，你就可以拿去办这张 Fair Trade 的那个 Debit Card。那它在全世界啊，只要任何一个你有 ATM 的地方，它是 Visa 的，你都可以用这张卡插进去提款。对，所以但是它好像有那个就是会收取费用，但是每个月我记得有一次不用钱，有一次不用钱，特定金额不用钱。我要看一下，我看这个市场先生证，我要看过吧？对，资产超过25000，卡片免年费，每月首次提款零手续费，每日提领限额为1000美元。所以我就是打算那些 Fair Trade 的钱，我也没有要定位回来。就是如果我没有急需用钱的话，我也没有打算定位回来。然后我之后要是要开始从里面提钱的话，我就每个月领1000美，领1000美，就3万块3万块台币这样慢慢领回来，这样我就不用耗费任何的手续费了啊。对，然后全世界都可以。那什么时候比较适合领呢？就是假如我出国玩，我今天到例如日本曼谷，我就插一张卡，我直接领日元，对，领日币，或者是我在泰国我领泰铢，我就不用又省了什么那个出去换汇的钱，对不对？所以不错，就是如果你在那个 Fair Trade 里面有放2.5万美的话，可以去注册一下那一张。其实我已经有了，那我来注册一下好了。我只是都没有想说要领钱，所以没去注册。好，我感觉我可以先去注册那一张，然后看一下好不好啊？还有那个江南银行的，就是电汇用江南银行的，现在好像我之前是江卡，现在有大江卡，对，大江卡的那个刷卡优惠也蛮多，只要一直无脑刷也都不错。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我不能乱拉这个荧幕，然后我看要怎么看聊天室。这样美股也是 all in 吗？会有什么政治因素大涨大跌吗？我这边就要跟你讲答案了啊，不会，为什么？因为美国是 number one 的国家，虽然我觉得台湾 number one，但是要讲实话的话，我觉得美国 number one。为什么？你可以去看一下阿伟注册时可以顺便录影，不错不错的想法。好，我注册那张那个 Fair Trade 那一张 Debit Card 的时候，我也来记录一下好了，帮我那个钱，让我那个钱都没有提回来，我可以试试看。建议你要会那个用他提款卡超贵，没有啊，我刚有查那个资料啦，就是你每月就提一次就好，然后那个提1000美元以下，对不对？你是零手续费的啊，然后免年费，每次首次提款，我把这个贴在这里，还是我画面又没带到了，等一下。
对啊，我贴在那个聊天室。回答刚刚那个问题。我记得我看别人那个 YouTube 直播，它是可以把聊天室的那个讯息直接显示在那个屏幕上面的，但我不知道怎么用。画面还有 OK， 我看我不会用，我只能帮讯息置顶。美股也是 all in 吗？会不会有什么政治因素大涨大跌？哦，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世界上美国就是第一大国，所以然后美金这个世界上也只有2种货币第一个叫美元，第二个叫其他。对，只要这个世界上哪边发生了一些恐慌，哪边发生一些战争，哪边发生一些政治因素，所有的有钱人都会把钱换成美金，因为它是最安全的资产。那美金都换回美金后要干嘛？不可能放在那边给通膨吃掉嘛，他们就是会投美股。所以，但台湾就不是了，台湾台币虽然也很强，但是没有美金那么强。然后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东西叫做外汇存底，他们存的也都是美金，所以每个国家都是认这个美金是有公信力的货币的。所以只要你去看什么哪边发生什么恐慌，那国家发生什么恐慌，你就会发现，或者什么政治世界不安定的话，那个美股都会往上走，所以美股比台股比较好，又多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那个国家的政治因素低，然后又是美元又是最强的货币，就差在这里，所以也是我投资美股的原因。这样我应该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然后你要投资其他国家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美国的券商去投资其他国家的，就是投资他们的 ETF， 直接投资到那个国家。所以基本上你就只要在美国做就好了。但唯一的风险就是，假如你不是美国的公民嘛，那你在台湾挂掉的话，会有一笔那个遗产税，所以那个遗产税就是你用副委托的好处了。所以你今天要是发现身体不好的话，就可以开始考虑把那个钱拿回来，然后用副委托去投资国外的，因为你这样钱应该至少是在台湾。但是遗产这个离我还有一点远但是我也会研究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吗？大家还有问题吗？哎呦，我其实刚开始只有设定我会开1个小时，结果现在一开就开到10点14分了，而且我的这个我自己在录的时候，其实我的这个相机是有过热的，但我今天为什么开这么久都没有过烫？有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差不多这一集就到这里了。这样其实我这样一直这样闲聊，我也不知道明天影片我要怎么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上没关系，我再研究一下怎么把它剪成影片，然后上传那个直播的精华。好了，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下一周应该就是2026了。这边先跟大家说那个跨年快乐，跨年快乐，大家要注意安全。然后今天我去会有重点回顾吗？重点回顾，不知道，看我怎么剪。我不知道我剪的时候，这个直播要怎么剪成影片上传，给那些没有看到的人上。我可能还是会试着剪看看啦。我今天去捐血，就是最近好像，我在宜兰我跟去那个捐血站捐血，他说最近还蛮缺什么 O 型跟 A 型的血的。如果大家那个血蛮多的话，可以去帮忙捐一下，对。然后原本要考虑要捐200，我还是捐500，最后我还是想说他那么缺，我还是捐500好了。然后送2张电影票，爽赚，又赚2张电影票，又赚了。好，那这一集就到这里。
是阿伟，然后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好了，要下播了。然后接下来我下一个直播会在几月几号？就下个礼拜六，我现在都尽量换成直播的形式，跟大家聊聊天这样，感觉不然那个我投资账户就蛮无聊的，蛮像自闭儿的。好了，明年见，拜拜。